注意看，这个男人以为他娶的女人是害死自己亲弟弟的拜金女，却万万没想到，她竟是自己苦苦寻找了15年的白月光。而这一切都要从男人弟弟的一场葬礼说起。画面中，顶级集团的总裁厉承洲正看住弟弟凌云的遗照，眼神中充满了冰冷的杀意。就在不久前，他最疼爱的弟弟凌云为了一个名叫周楚的女人割腕自杀。助理递上的调查报告更是让他怒火中烧。这个周楚在和弟弟交往的1年里，不仅对他进行精神控制和 PUA， 还诈钱了他整整3000万的资产，甚至在弟弟自杀前，还哄骗他买下了一条价值2000万、名为爱神之吻的珠宝。厉承洲发誓，一定要让这个蛇蝎女人为弟弟的死付出血的代价。然而，他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此刻正在用周楚这个名字逍遥快活。画面一转，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正在被她的表姐呼来喝去。这个女孩才是真正的周楚，而她的心机表姐周初月，多年来一直冒用她的身份在外面玩咖、泡夜店、谈恋爱，只为了维护自己周家大小姐的所谓颜面。这天晚上，心机表姐再次设下毒计，她以聚会为名，将周楚骗到酒吧，伙同一个名叫吴少的富二代，在酒里下了药，想把周楚送上吴少的床。毫不知情的周楚喝下酒后，立刻感到头晕目眩，眼看吴少就要得手，他拼尽全力挣脱，跌跌撞撞地逃出了包厢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走廊尽头，周楚一头撞进了一个男人的怀里。这个男人正是前来调查周楚行踪的复仇总裁厉承洲。当他听到女孩嘴里喊出"救救我"时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看到追上来的吴少，以及从吴少口中确认了女孩就是周楚后，他眼底的温柔瞬间被厌恶与冰冷所取代。他以为这又是这个拜金女上演的另一出仙人跳戏码。厉承洲冷笑住救下了周楚，却将她带到了一个豪华酒店。在这里，他将对弟弟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在了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。他误以为周楚水性杨花，刚害死他弟弟就出来鬼混，对他极尽羞辱。更疯狂的是，为了将他永远困在身边折磨，第二天厉承洲竟直接拉着一脸懵的周楚闯进了民政局，强行和他领了结婚证。此刻的周楚正被自己的姨父姨妈强行按住，准备卖给那个下药的吴少。原来周楚自幼父母双亡，车祸的巨额赔偿款全被姨妈一家侵吞，他们用这笔钱发家，却只把周楚当作寄生虫和摇钱树。就在周楚绝望之际，厉承洲如天神般降临，他不仅赶走了吴少，还当场宣布周楚是他的女人。周楚以为自己遇到了救星，却不知这只是他噩梦的刚刚开始。另一边，心机表姐周初月得知周楚竟然嫁给了华夏顶级财阀的继承人厉承洲，极度的发疯。更让她震惊的是，她无意中听到管家说，厉承洲一直在寻找一个名叫楚楚的童年女孩，那个女孩背上有一道为救她而被狗咬伤的疤痕。周初月猛然想起，那个女孩就是周楚。一个恶毒的计划在她心中成型，她竟丧心病狂地在自己背上用刀划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伤疤，然后带着这条假伤疤找到了厉承洲，声称自己才是他寻找多年的白月光楚楚。厉承洲信以为真，他将周初月奉为珍宝，同时更加坚信真正的周楚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他把周楚关进阴冷的地下室，逼他给弟弟的遗像刻1000个响头，甚至让仆人给他吃馊掉的饭菜。周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却依然念着表姐的好。为了保护她，他默默承受了所有不属于自己的罪名。心机表姐见厉承洲对周楚的恨意已深，便假惺惺地前来探望，并在周楚的饭里下了堕胎药。原来周楚此时已经怀上了厉承洲的孩子。表姐狠毒地告诉了她怀孕的真相，又告诉她厉承洲永远不会要这个孩子，随即潇洒离去，准备参加厉承洲为她举办的订婚宴。周楚腹痛难忍，拼命爬出地下室求救，却被势力的管家拒之门外。他只能拖着流血的身体在暴雨中爬向医院。在路上，他被一辆卡车撞飞，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，他用尽力气给厉承洲打了求救电话，告诉他所有真相。与此同时，在厉承洲为弟弟举办的画展上，一幅被红布盖住的巨型画作被揭开，画布上的人像赫然就是心机表姐周初月。原来这才是弟弟凌云生前最珍贵的画作，画的是他真正的女友。厉承洲如遭雷击，他终于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就在这时，医院的电话打了过来，
医生告诉他，他的妻子周楚车祸流产，生命垂危。所有的真相在这一刻轰然炸开。厉承周终于查明，他苦寻15年的童年挚爱，就是被他亲手折磨，害死他们孩子的周楚。而那个蛇蝎心肠的表姐，不仅冒用身份骗钱害死了自己的弟弟，还顶替身份骗取了他的信任。悔恨与愤怒吞噬了厉承周，他当场取消了与周初夜的婚礼，并动用雷霆手段，让周家一夜破产，将那吸血鬼般的一家人彻底打入地狱。他冲到医院，跪在周楚的病床前忏悔，但一切都为时已晚。周楚的心已经死了，他推开了厉承周，眼神空洞。然而，报复远未结束，已经一无所有的周初月像个疯子一样冲进病房，对周楚进行最后的恶毒诅咒，刺激他去死。万念俱灰的周楚缓缓走向了天台的边缘。就在他纵身一跃的瞬间，厉承周嘶吼住冲了过来。他究竟能否抓住下坠的挚爱，挽回他犯下的滔天大错？